之前真的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大的鱼哦。我预计一会儿做个生鱼片、寿司肯定要的，然后可能做个照烧，另外再做汤，肯定是够做好几道菜了。然后我之前也没有切过这么大的鱼，我就是刚刚在那个鱼市看那个师傅示范了一下，我就现学现卖，希望一会儿我能切好。这条鱼很新鲜，我看它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做鱼的第一步，先磨刀。这鱼还没有去内脏，要处理一下。前方高能预警，场面有点难看，我就马赛克处理了，大家请意会吧。我简单介绍一下，这是鱼心，这是鱼肝，这是鱼籽，都是可以吃的。腹腔内中心这一条要刮开，仔细的冲洗干净去腥。鳃鱼的体表有一层细腻又紧致的鳞片，很难刮，要用刀这样紧贴着皮肤削掉，要很有耐心的慢慢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这段整段垮掉了，大家看明白意思就好了。我今天有点急躁，皮一会儿还是直接切掉算了吧。鱼头切掉，再从背部下刀，贴着鱼骨把两边的肉片下来。纵向一分为二，就能分成背部和腹部两块，剩下一大根鱼骨，还有尾巴。一条鱼大概就能分这么多块。做鱼生最好吃的是腹部，视频可能看不出来，其实我现在满手都是油，因为腹部脂肪多嘛，大家摸摸自己的肚子就懂了。去皮，稍微修整一下，切片。仔细看，这是肚腩肉，里面是有细密分布的油花的，就像高等级的和牛一样。这样的鱼生吃起来会有软糯、入口即化的口感。腹部的上半部分油脂就少一些了，颜色更红润，做刺身也不错。一样切片。对了，切生鱼片切得平整，最重要的是一刀下去，不要来回拉，所以要选用刃比较长、刀身比较窄的刀，三德和菜刀都不合适。寿司师傅用的都是又细又长的柳刃，我用的是煮熟刀，不那么讲究的话也 OK。这一块是背部肉，脂肪就更少了，而且筋膜会更多。这部分做生鱼片的话，可以比腹部切得薄一点，它没有那么软糯，但是口感会更有弹性。生鱼片都自己切了，搭配的芥末也要讲究点吧。我用了新鲜山葵，用鲨鱼皮来磨碎，放在摆好盘的生鱼片旁边。新鲜山葵的刺激感没那么强烈，香气很清新，搭配微甜的刺身酱油，非常能凸显生鱼片的油脂香气和鲜味。生鱼片切了那么多，肯定还得来点寿司吧。刚蒸好的热米饭，趁热拌入寿司醋，等它晾凉，手上沾点寿司醋防粘。一小坨饭，捏成椭圆形饭团，还是现磨山葵，拿一片鱼，抹点山葵，放上饭团轻压，再反过来捏紧就好了。用来握寿司的生鱼片可以切得窄长一点，再来点甜醋酱帮助清口。寿司是个看着很简单，但其实细节一大堆的东西。不想练个20年做到完美的话，只要记得几个重点就好。粗米饭的酸甜不要过头，鱼肉跟饭的比例略高，鱼生选用新鲜品质好的。另外，山葵和酱油也讲究点，基本上就能保证好吃了。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吃的一样东西是海鲜冻，还是刚煮好的热米饭，撒一些市售的成品鱼籽，直接堆上牛油果。玉子烧我也懒，就直接买成品了。紫苏叶、蒸鱼片、海葡萄，随意撒点鱼籽。其实可以随便更换你喜欢的配菜，不同的生鱼片也可以混搭，搭配现磨山葵和刺身酱油。虽然看着很像是把寿司打散了堆在一起，但味道是完全不一样哦。吃的时候把山葵混在酱油里淋下去，随便拌拌。这种吃法的妙处在于饭是热的，鱼生是冷的，口感上有种碰撞感。热饭还能让鱼肉的油脂香散发出来，再加上多多的配菜，口感很丰富。看到这儿，此刻是不是有好多人都在大喊吃不惯生鱼啊？没关系，鲫鱼这种油脂丰富的鱼，熟了也好吃的，可以用背部的肉切成厚片，清酒、盐腌制15分钟。
擦干表面，下油锅煎到两面焦黄，下味淋清酒、酱油，我还会加1两的去核话梅，增加一点酸甜味，然后煮到收汁就好了。用白萝卜擦点泥，放盘子里点缀，可以帮助解腻。这种带点酸甜的照烧口味，我觉得是几乎能得到所有人喜欢的味道。做起来很简单，学会了就能当成屡试不爽的拿手菜。这条鱼真的是够大，所以光是鱼骨就能做盘菜了。用盐、花椒粉、白胡椒、清酒腌制15分钟，放保鲜袋里，再加点面粉进去，晃晃晃，让鱼骨都均匀裹上粉。下油锅180度，炸到金黄就好了。肉少的部分骨头是酥脆的，一嚼就碎；有肉的部分鱼肉是外脆内软又多汁，边角料也能变成很棒的下酒菜。现在这条鱼就剩下鱼头还没料理喽。其实鱼头也可以分成2部分，在腮盖的下方这块类似于下巴的部位，其实也是油花密布的，很适合烤着吃。用盐、花椒粉、清酒、葱段腌制至少30分钟，擦干。烤箱200度，热风烤10分钟，再升高到240度烤5分钟就好了。皮烤得脆脆的，里面的肉软嫩多汁，有浓厚的脂肪香气。怕油腻的话，可以搭配萝卜泥和柠檬。最后还剩这个失去了下巴的鱼头，我觉得用来煮汤再合适不过了。从中间剖开，加姜片，下油锅煎到金黄，加开水，再加姜片、葱节，下萝卜块，大火煮，咕嘟咕嘟，这样滚个20分钟，汤就变成奶白色了。捞出葱，加盐、白胡椒，起锅撒点葱花。鲜美的奶汤鱼头炖萝卜就好了，超级适合喜欢啃鱼头的人。汤色奶白，原汁原味。因为前面不论是刺身还是寿司之类的都比较偏日式嘛，所以今天最后一道菜呢，我就做了很中式的传统的这种鱼头萝卜汤。因为刚刚说了湿鱼它是一种油脂很丰富的鱼，所以这做汤很适合，这个汤会很香。那最后呢，就剩下这么一点点边角料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可能带回去喂默默吧。今天这条接近7公斤的大鱼，最后就变成这些了，算是吃得干干净净吧。给10几20个人吃，我觉得都完全够了。虽然我估计大家应该不会像我一样一次买这么大一条，但是可以点赞收藏一下吧，说不定哪天用得上呢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